是个甜妹。No， 我不是。我的。宽坐在小木床上惆怅啊，因为瑞宝辉宝今天又欺负老人了，一个不想出门，一个不想回家，永宽都快被整成人格分裂了。早上辉宝和爱宝一早就去室外了，而瑞宝这里可是又不想去，这已经连续2天了。卑微的永宽拿着胡萝卜蹲在瑞宝的面前，求着瑞宝去室外。瑞宝非但不去，甚至开始原地刨树，这是打算硬抢永宽手里的胡萝卜呀。永宽眼看瑞宝铁了心，不想去室外，也不再勉强。同时，永宽其实也习惯了瑞宝不想去室外。永宽远远地走去一旁，还在尝试用胡萝卜换瑞宝下来。这份拉扯也只能在保家上演了。保家成员和饲养员都彼此有着用不完的心眼子，谁也不会轻易被拿捏。眼看瑞宝还不下来，永宽开始第3次尝试，把胡萝卜插在竹子上，继续诱惑瑞宝。瑞宝想吃，伸手去抓，但根本抓不住胡萝卜。这时瑞宝已经开始蠢蠢欲动了，开始尝试往下爬，但还没下到一半，瑞宝就不知道又想到了什么，重新又爬回了树上。现在已经分不清是永宽在跟瑞宝拉扯，还是瑞宝在跟永宽拉扯了。之前永宽常用的欲擒故纵，现在反被瑞宝玩得死死的。瑞宝只要不下去，永宽就会不断给自己投喂小零食。如果自己下去，这块大胡萝卜也一定会是自己的。如果自己既不下去，还能吃到大胡萝卜，这才是2全其美的事情。一会儿，永宽将胡萝卜插在了小亭子上，假装离开，偷偷观察瑞宝的情况。但永宽殊不知，令自己更头疼的还在后面。而此时的室外园区，辉宝正在小树上睡觉，爱宝正在树下吃竹子。爱宝吃完竹子，依旧和往常一样，不管辉宝直接回家。爱宝回去后，永宽的问题就来了，辉宝不想下来了，这跟瑞宝在室内相比更麻烦。因为瑞宝室内温度始终都是一样的，而室外的天气是随时在变的，永宽可不放心。于是永宽开始疯狂投喂辉宝，让辉宝吃了小零食后救下来。但姐妹俩今天是一个性子，只吃白食不配合。老宋头都大了，又走去一旁拿来竹子，插在上面胡萝卜，然后继续诱惑辉宝。这个场景多少和刚才有点相似了。辉宝的表现也和瑞宝一样，根本不受其诱惑。永宽坐在小木床上望着辉宝，那叫一个惆怅。这坐在小亭子上的样子，令姨姨们感觉到了永宽的可怜又无助。爱宝正在驱赶辉宝，让辉宝走开，因为爱宝要去室外了。爱宝知道辉宝坐在这里，奶爸是不会开门的。爱宝想引走辉宝，但辉宝也不再是小时候那般好骗。现在的辉宝，爱宝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辉宝甚至都跟爷爷玩起了谋略。辉宝看到爷爷因为自己所以辉宝先藏在了竹林后面，在爷爷把通道门打开的那一刻，趁爷爷不注意，立马跑了过去，就这样成功混进了通道里。辉宝这成长速度可真是可怕。永宽拿着小零食开始哄辉宝回来，爷孙俩蹲在通道里相互拉扯。辉宝眼看永宽只动嘴而不投喂小零食，辉宝转头又钻进通道里了。最后永宽拿来小苹果给辉宝从通道里掉了出来。这次的拉扯让辉宝尝到了甜头，又让辉宝多了一个能吃的小苹果的方法。吃完小苹果的辉宝依旧没有停止整活。辉宝今天有点火力旺盛，辉宝爬到了滑梯上方的那棵小树上。辉宝现在爪子的锋利程度，这塑料护栏已经有点不够看了。辉宝的爪子已经能够穿透一些塑料护栏薄弱的地方了，但是再上一层还是有点滑。而与此同时，室外的乐宝也没有闲着，爷爷们给乐宝的室外布景了，鲜嫩的竹子插在雪地上，乐宝吃着有趣，姨姨们看着也很治愈。随着瑞宝辉宝的长大，将爷爷收到的关于爱宝继续哺乳的问题也越来越多。许多姨姨了解到大熊猫在野外1岁半时就会跟妈妈分开，自己独自生活，而瑞宝辉宝这里此时还没有和妈妈分开，还需要妈妈喂奶。很多人觉得爱宝看起来好可怜，将爷爷解释道，这对大熊猫来说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其实很多野生大熊猫也有在妈妈身边一直喂养到2岁的案例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而爱宝体重的稍微下降也属于是正常的，现在爱宝体重是113千克，而爱宝一般体重是在120千克左右，最多是达到了128千克，但不能抛开实际去单独看体重，因为爱宝带着瑞宝辉宝2个孩子，不管怎样能量都会有一些消耗，所以对爱宝的体重不用这么敏感。江爷爷又介绍了一些关于大熊猫体重会下降的情况，例如繁育时，亦或是像爱宝之前跟乐宝谈了一段时间的恋爱，但一直都没怀上宝宝，这也会容易掉体重，因为大熊猫会出现假孕的情况，但这些慢慢都会恢复过来的。除此之外，江爷爷对瑞宝辉宝
还有一些细节的观察。瑞宝虽然体重一直追不上辉宝，但是大姐的身份，瑞宝一直都是当得有模有样的。每次面对新鲜事物时，辉宝都会给姐姐推出去，让姐姐去观察。姐姐观察好了，适应好，这时辉宝再登场，这一点和人特别像。瑞宝很有姐姐样，辉宝没抓稳，一头栽在了小床上。辉宝这个操作都给圣西姨母吓坏了，脸上秒红温，急忙伸手对辉宝说抱歉，表示自己没有注意到辉宝，是自己的错。而此时圣西姨母手下的瑞宝还在不断的调皮，而辉宝走到姨母身边，表示自己没事儿。这两个娃了就是难带些。圣西姨母回去给姐妹俩拿来了胡萝卜做补偿。瑞宝看到后扑了过来，要抢在妹妹前面吃到胡萝卜。喂完瑞宝胡萝卜后，圣西姨母将辉宝搂在怀里，问辉宝有没有摔疼，继续跟辉宝说着抱歉，跟辉宝玩耍一番，希望辉宝忘掉刚才摔下来的感觉。咱辉宝向来心大，刚才的事情其实已经忘在脑后了，而且辉宝是自己摔下来的，也不能怪圣西姨母。吃完胡萝卜后，圣西姨母又拿来了小苹果。圣西姨母还在自责，圣西姨母将小苹果递给瑞宝时，姨母的手套不小心挂到了瑞宝的手。圣西姨母第一时间不是担心自己的手，而是赶紧走上前查看瑞宝的指甲，看到瑞宝指甲没有受伤后才放下心来。之后圣西姨母又将另一块窝头喂给了辉宝，喂完辉宝，姨母又折返回来给瑞宝检查了一下。这两件事情虽小，但圣西姨母的性格跟宋3岁一样，平时大大咧咧的，但是都是心思细腻的人，恐怕姨母为此会内疚一天。圣西阿姨来到园区后，只跟瑞宝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手指了一下小汽车，瑞宝便懂了圣西阿姨的意思，乖乖走向小汽车。瑞宝不只是听话，瑞宝还知道圣西阿姨绝对不会空手来。瑞宝看到了圣西阿姨手里橙色的胡萝卜，而辉宝这时也注意到了。辉宝走到小亭子边上观察了一下，然后开始琢磨自己怎么下去。辉宝在小亭子上兜兜转转，最后选择了从扶手空中钻下去。辉宝用尽全身力气，尾巴都翘起来了，但发现这样不行，根本下不去。而一旁的圣西阿姨也没有插手，想着让辉宝凭借自己的努力下来。辉宝感觉到这样下不去后，又重新爬了上来，换了个姿势。这次辉宝改用了倒着爬。谁说辉宝是莽夫？辉宝分明也是有点脑子在身上的。这一下改变下床方式后，明显轻松了许多。辉宝从小亭子上下来后，来到了小车上。圣西阿姨将自己早已准备好的胡萝卜递给了辉宝，然后去忙别的。而姐妹俩就这样坐在小汽车座上，惬意地享受着自己的下午茶。姐妹俩这姿势一个比一个霸气，而圣西阿姨则在一旁忙碌着给爱宝更换竹子。乐宝这里，最近爷爷们为了方便乐宝上下床，又在乐宝的小床的床腿上加了一根横木，这样乐宝攀爬起来更容易。一会儿，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，爱宝从室外回来了，辉宝又去到了草丛里产青团。现在姐妹俩吃小零食多了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产青团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了。而倒是产完青团后，喜欢在自己青团堆里打滚的这个习惯，咱说实话得改改。毕竟现在吃的比较杂，产出来的青团气味比较大，给身上沾得臭臭的。但是对爱宝来说，这个气味是不抵触的，因为大熊猫妈妈在熊猫幼崽小时候无法独立排便，大熊猫妈妈都会帮忙舔舐给其吃掉，所以爱宝丝毫不嫌弃，抱着辉宝就是一顿爱的贴贴。而最后需要处理辉宝身上青团的，则是姨母和爷爷们。